多年前，我在国外曾经看过一位写实画风的业余水彩画家，一张四开的风景写生，并非他画的多好，就是很普通那样。让我惊讶的是，一张四开的水彩写生，他居然可以在 1.5 个小时之内画得这么写实，画得这么多。原本这位水彩画家就是看照片画的巨细靡遗的写实画风，照理说这种画法在写生时是派不上用场的，可没想到他居然画得又快，而且有模有样。只可惜这张写生跟他平时的室内创作作品一样无趣。我好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无论是室内创作还是户外写生，如果只是一样画葫芦，并没有积极展现画面的企图心，不经大脑，照着景物被动描绘，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容易得多，速度还要快很多。那我是怎么画水彩的？不管题材是现场写生还是使用照片，在画草图之前，先问问自己，是什么原因让你非画它不可？是形态还是线条？是色彩还是光影？脑中有没有幻想中的画面？有没有因为这个想象而心动不已？这个至关重要的想象力和个人的绘画品味修养有绝对关系。清楚了题材为什么非画不可的原因之后，画面的企图就会浮现脑海。接下来用简单工具做草图，安排画面结构分布。我喜欢用铅笔和速写本把非画不可的原因用铅笔线条快速抓取，同时设计最大形块的明暗比例与分布。草图如果瞧出不错的版本，证实之前的想象企图是有效的，接下来才交由媒材技巧负责执行。关于水彩媒材的技巧，我可以讲3天3夜，但是注意了，有没有想象力和结构力，决定了这张画能否成为杰作的关键门槛。应该也可以这么说，意象、结构、技巧就像3个环环相扣的绘画宇宙，各自有着无穷无尽的变化与可能，足够让你活3辈子也研究不完。依照草图指引，把主要的大色块铺陈之后，草图就功成身退了。接下来就是进入中盘战斗之漫漫长路。我不像那位写实水彩画家，采用局部写实缝合技法，填好填满后就大功告成。我每深入一处局部或细节，决定画多画少，画轻画重，一概从整体观察考量之后，选择最有利的方案下手。如果同时有几处要经营，从最明确而肯定之处优先，就是我常说的围棋画法。这时我会从画桌上取下画板放到画架上，然后退到最远处坐下，思考下一手。这一坐，快则3分钟，慢则半小时以上是日常。一张8开小画至少经过数十次对开作品甚至达上百次的冥想过程才得以完工。如何能在中盘战斗时脱颖而出，顺利开启尾盘收官之路，就看这段来来回回看大画大的功夫到不到位。这期间我会不停地给自己找麻烦，挑毛病，任何一处不是我法眼的，杀无赦。成功了就继续走下一步，失败了想办法抹掉重来。到最后甚至是一条线，一个点，几乎3次出手有2次会出错。没关系，能看出问题就不再是问题。或许因为我经常用这种高标准的美感自我要求，让我在观看其他人的水彩作品，总是会在第一眼就看出毛病。只有底气浑厚的人才会发现别人气虚之处。开始画之前多问自己为什么，开始画之后多给自己挑毛病。很多人以为我很自负，其实并没有，这误会很大。信不信由你。30多年的绘画历程，我总是习惯给自己唱衰，给自己浇冷水。那种自己告诉自己很棒的精神大内宣，对我的艺术没有任何好处。有时候看到国际上有些网友对我的评价很高，甚至 top 多少多少的。说真的，我是不相信了，怎么可能？就我目前这点东西，我还有好多问题还没得到满意的处理，还有好多的意向有待实践。这世界上画的比我更好更独特的高手肯定是大有人在。巴特，我一直怀疑自己不够好，这点是值得骄傲的。先声明，这不是谦虚，